2016年，一部爱情挽歌看哭整个美国，43万人给这部电影打出8.0的高分，同名畅销书更是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全球发行，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被爱情伤过的人。迫于生计，路易莎接下了一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只是没想到上班第一天，老板就给她来了个下马威，把她吓得花容失色。Hello, Louisa Clark.I'm Will Trainer. 接着，威尔故意指出路易莎的裙子破了，弄得她难堪极了。看来之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她是出身小镇的普通女孩，而他是全身瘫痪的富二代。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路易莎十分友好的想跟威尔聊天，可是威尔不但没有理会她，还让她把嘴闭紧。她只能默默在心里感慨，挣钱真难。之后的日子里，她总是元气满满的出现在威尔面前，而威尔却只是用戏谑的眼光打量着她糟糕土气的穿着，一个字也不愿多说。尽管她心里委屈，可一想到刚失业的父亲和未婚先孕的妹妹，她还是咬牙坚持了。这天，威尔的母亲面露难色，她告诉路易莎，今天来了2个不速之客。原来，威尔的前女友即将与威尔的好朋友结婚，他们此行是来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婚礼。在他没出车祸前，也曾跟女友有过甜蜜的时光，但自从他瘫痪，就想尽办法赶走了对方。可如今女友有了归宿，他却气得摔碎了他们的合照。善良的路易莎看到此情此景，心里难过，想要帮威尔修补好，谁知威尔却并不领情，反而对他各种挖苦嘲讽，说他穿的衣服土，说他只会给人泡茶。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忍让，而是将心里所有想法一股脑地说了出来。You don't have to be an arse. I'm just trying to do my job as best I can. Not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or particularly enjoy your company, but because I need the money. I really need the money.面对如此直白坦诚的路易莎，威尔第一次没有反驳。有时候人就是要主动争取，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两人之间的气氛逐渐缓和，威尔破天荒地邀请他一起看电影。 Sit down, watch this with me. That's an order.期间，威尔一直偷偷观察着他，直到听见他说自己很爱这部电影，威尔才罕见地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从这天起，两人的交流越来越多，威尔逐渐被路易莎的热情和乐观打动，而路易莎也渐渐发现，原来这个富二代不只是瘫痪，伴随瘫痪而来的还有很多并发症。凛冬来临，威尔浑身痛得要命。路易莎在看护时，无意间看到威尔手腕上的伤痕，那是他多次尝试自杀后留下的，这触动了路易莎柔软的内心，望向威尔的眼神也充满了怜爱与痛惜。路易莎为生病的威尔唱歌，向他讲述童年时的趣事。威尔这才知道，原来路易莎因为背负着家庭的责任，错失了很多追梦的机会。直到春意悄然爬上树梢，他们可以像朋友一样随意的聊天，互相开对方的玩笑，也逐渐有了一些更亲密的互动。威尔甚至刮掉了络腮胡，路易莎看着这副光洁英俊的面庞，一时失了神，而威尔露出了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暧昧的气氛开始在空气间蔓延，可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打乱了路易莎的思绪。她无意中听到了威尔父母的争吵，原来威尔已经成功申请了安乐死，父亲不愿看到儿子活在深不见底的漩涡里，决定支持儿子的选择。他无法眼睁睁看着威尔在6个月后死去，甚至想要放弃这份工作。在妹妹的劝说下，路易莎决定带威尔去尝试各种有意思的事情。她以为如果让威尔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也许他就会回心转意。路易莎做了大量的准备，以各种理由带威尔出去游玩，还预定了莫扎特音乐会的门票。她身着一袭漂亮的红裙前去赴约，威尔感觉脖子有异物，他无视他人的眼神，用牙咬掉了威尔衣领处扎人的标签。这天他们过得很开心，结束后威尔忍不住说， I don't want to go in yet. I just want to be a man who's been to a concert with a girl in a red dress. Just a few minutes more.没过几天就是路易莎的生日，路易莎收到了威尔准备的生日礼物，那是她心心念念的黄色条纹连裤袜，她高兴到眉毛都脱离五官，这一切都被路易莎的家人看在了眼里。很快就到了前女友结婚的日子，威尔和路易莎盛装出席。前女友的婚礼上，威尔表现得像个十足的绅士，音乐声响起，电动轮椅载着他们在人群之中恣意的起舞。此时他们的眼中只能看到彼此，两人的脸上都浮现出甜蜜的笑容。 You are pretty much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me want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可惜好景不长，身体虚弱的威尔再一次患上了肺炎。路易莎在跟康复教练沟通时才知道，原来威尔每晚都疼到尖叫，他经常梦到自己跑步滑雪的样子，可一觉醒来，他仍旧无法动弹，只能与轮椅相伴。巨大的落差让他无比痛苦，肺炎更是雪上加霜，消磨着他求生的意志。威尔康复后，路易莎排除万难，带他踏上了南法之旅。两人在海岸边晒着日光浴，看着其他人嬉戏玩闹，哪怕什么都不做，有彼此的陪伴已经足够。这里的一切都这么浪漫，他们依偎在一起。路易莎不由自主地吻了威尔，在威尔的鼓励下，路易莎第一次下海潜水，第一次在洒满月光的沙滩跳舞。路易莎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威尔的想法，没想到威尔却请求她陪他去瑞士，因为他仍旧无法接受这样的身体状况。 I get that this could be a good life, but it's not.
my life. You never saw me before. I loved my life. I really loved it. I can't be the kind of man who just accepts this. And that's why I can't have you tied to me. I don't want you to miss all the things that someone else could give you. Please, Will, please. Shh, listen. This, tonight, being with you i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you could have ever done for me. But I need it to end here. 路易莎悲痛欲绝，她无法接受威尔的决定，更不愿眼睁睁看着他离去。结束南法的旅程后，她毅然辞职。回家后的她整日以泪洗面，抑郁消沉。她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切，她更无法放下对威尔的思念。直到几天后，爸爸来到她的面前，说他并没有失败。You can't change who people are. I mean, what can you do? You love them. 路易莎这才明白，或许她无法改变威尔的内心，也无法给威尔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但她至少能在威尔还活着时去爱他。在爸爸的鼓励下，她奔赴瑞士陪威尔最后一程。病房里，威尔听到推门的声音，就知道是路易莎来了。他在笑，他也在笑。路易莎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她依偎在他身边，最后一次感受着彼此的温度。他们耳鬓厮磨，在做最后的告别。天空中一片树叶飘落，预示着威尔的生命已经凋零。几周后，在巴黎街头，打扮得体的路易莎正坐在威尔最喜欢的咖啡馆里，仔细阅读着威尔留给她的信。威尔留了一笔钱给路易莎，可保她衣食无忧，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Don't think of me too often. I don't want you getting sad. Just live well. Just live. I'll be walking beside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Love, Will. 当路易莎起身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她精致短裙下，威尔送的那双黄色条纹连裤袜。或许爱情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但有些爱情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了。